今天我们来聊聊身体内一个沉默的杀手，它就是血栓。它可以在你的血管中偷偷形成，毫无声息，就像潜伏在体内的定时炸弹，一旦爆发，可能带来致命的心脑血管灾难。然而，许多人直到悲剧降临才惊觉它的存在。更可怕的是，血栓往往没有明显症状。有专家指出，高达90%以上的血栓在发作前几乎毫无征兆。这意味着许多患者在倒下前一刻对体内隐患全然不知。据统计，心脑血管疾病已是我们健康的头号杀手，每年夺走数百万条生命。而在这些猝不及防的灾难背后，血栓常常是始作俑者。难道我们就全无机会提早发现这颗炸弹吗？其实并非如此。我们的身体在血管堵塞时，常常会释放出一些异常信号来向我们求救。尤其在夜深人静睡觉之时，身体可能早已透过5大异常现象发出警报。为什么血栓偏偏爱在夜里和清晨搞偷袭呢？这与人体的生理节律密切相关。夜间入睡后，心跳减慢，血压下降，血流速度放缓，再加上整夜未进水，导致血液粘稠度升高，这些条件都可能促成血栓的形成。到了清晨将醒未醒时，交感神经开始活跃，体内肾上腺素等激素分泌猛增，血压和心跳随之上升，隐藏的血栓很容易在此时突然发难。因此，夜晚与清晨可谓血栓引发心脑意外的魔鬼时间。我们务必要留心这些时段身体发出的异常信号，及早采取行动。只可惜很多人误将夜间的不适当成小毛病，没有引起重视。今天我们就一起揭开这位沉默杀手的神秘面纱，深入探讨睡觉时血管堵塞的5大前兆，以及血栓背后的成因与预防之道。夜里单侧腿部莫名肿胀疼痛，这是血栓发出的第一个危险警报。健康的双腿晚上本该感到轻松舒适，如果你躺下休息时，一条腿突然出现胀痛、肿大，甚至触摸起来比另一条腿温热、发红，那就要提高警惕了。这种情况很可能是下肢静脉里悄悄长出了一块血栓。血栓堵塞了静脉，血液回流受阻，液体积聚在组织中，就会让腿部肿胀发痛。而且由于血栓阻碍，患腿的皮肤可能变得泛红或发紫，摸上去温度升高，这些都是静脉血栓的典型表现。为什么会这样？可以打个比方，腿部静脉就像回收血液的河道，如今河道里被血栓这块石头挡住了，血流过不去，就会在下游腿部堆积，结果腿就肿了起来。许多人误以为腿麻腿痛是白天站累了或缺钙抽筋，但如果是单侧腿无故肿痛，休息也不见好转，就不能大意。这很可能是深静脉血栓在作怪。如果继续掉以轻心，腿部的血栓随时可能脱落，随血流循环跑向肺部，导致致命的肺栓塞。现实生活中就有不少这样的案例。前不久，新闻报道一名年轻男子小王深夜加班后，发现左腿莫名肿胀疼痛，他以为只是站久了太累，倒头便睡。岂料一夜过去，腿不但没消肿，反而又红又热。幸好朋友第2天见状，及时拉他去医院，一检查果然是深静脉血栓。医生严厉警告，再拖延1天，血栓就可能移动到肺部，引发无法想象的后果。半夜突然胸闷、喘不过气而憋醒，这是血栓拉响的第2个警报。人们通常在深夜熟睡，但如果你半夜从睡梦中惊醒，只因感到胸口像压着大石头，呼吸困难、大汗淋漓，甚至伴随强烈的不安，那么极可能不是噩梦，而是身体在示警，心脏或肺部的血管出了问题。胸闷气短往往意味着心脏供血不足或肺部供氧不佳，而罪魁祸首可能是一枚血栓正在堵住关键血管，例如供应心肌的冠状动脉或连接心肺的肺动脉。一旦冠状动脉被血栓严重阻塞，就会引发心肌梗死、心脏病发作。许多心肌梗死常在夜间或清晨发作，患者会感到强烈的胸痛和窒息感。有的心梗病人形容，那感觉就像有一头大象踩在胸口，让人喘不过气。如果没有及时醒来求救，可能会在睡梦中发生猝死。同样的，肺动脉栓塞也可能在夜晚悄然降临。一块从腿部旅行而来的血栓若卡在肺动脉，人会突然感到胸口发闷、
喘不过气，甚至出现咳血、神志不清等危急症状。这类夜半胸闷憋醒的情况绝对不可当成小问题，它很可能是致命疾病在夜里对你下达的最后通牒。急诊科医生透露，在半夜因胸痛、呼吸困难被送到医院的人当中，不少最后确诊为急性心梗或肺栓塞。如果不是家人及时发现并呼救，他们很可能撑不到天亮。曾有一位40多岁的先生半夜被剧烈胸痛惊醒，起初还想强忍着过去，幸亏妻子发觉不对劲，执意叫了救护车，送医证实是急性心肌梗塞，所幸抢救及时挽回一命。由此可见，夜里的胸痛气喘哪怕只有一次，也万万不可掉以轻心。清晨醒来时感到头晕、手脚发麻，可能是血栓发出的第3个预警信号。有人早上刚睁眼，发现自己头昏脑胀、四肢酸麻，甚至一侧手脚不听使唤，这时千万要当心，因为夜间睡眠时人体处于平卧静止状态，血流速度减慢，再加上长时间未喝水，血液粘稠度增加，更容易在血管内形成血栓。如果血栓发生在脑部的动脉血管，就会导致脑组织缺血缺氧，清晨醒来就可能出现头晕目眩、肢体麻木无力的症状。许多人误以为睡醒头晕只是没休息好，但其实大脑正在拉响警报，提示某处脑血管已经被小堵了一下。大脑缺血时，头部会觉得天旋地转，使不上劲，那是脑组织在抗议供血不足。如果血栓堵塞持续加重，就可能引发脑中风、脑梗塞。脑梗是相当凶险的疾病，它具有发病率高、死亡率高、致残率高和复发率高的4高特点。一旦发生大面积脑梗，患者可能出现半身不遂、语言障碍，甚至危及生命。所以早晨起来，若莫名觉得头痛欲裂、肢体发麻，千万别赖床忽视，很可能是大脑在向你求救。举个真实例子，一位50多岁的李女士，最近几个月来经常清晨感到手麻脚麻，走路不稳，但她只当是睡姿不好，压着神经，没有在意。没想到某天一早，她突然发现自己无法动弹，半身瘫软，家人急送医院，被诊断为大面积脑梗塞。此时她才追悔莫及，原来之前那些轻微的头晕手麻就是大脑发出的求救信号，可惜她没有警觉，一时的疏忽让她付出了沉重的健康代价。医学统计显示，大约有20%左右的缺血性中风是在睡眠中悄然发生，患者醒来才发现自己已经中风，往往因此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机。为了避免这样的遗憾，只要发现清晨反复出现头晕、无力等异常，就应及时就医排查，绝对不能心存侥幸。夜尿频繁增多是血栓潜伏的第4个信号。正常情况下，年轻人夜晚通常不起夜或至多起夜1次。如果最近你发现自己夜频繁跑厕所，每晚排尿2-3次甚至更多，而且白天反而尿量减少，那就要注意了。夜间多尿往往和心脏功能有关，这可能暗示心脏的血管供血出了问题。当心脏泵血功能下降，例如冠状动脉狭窄或心肌梗塞后心功能不全，白天活动时四肢末梢血液循环不佳，组织液积聚在下肢，导致白天尿少，而到了夜晚平躺休息时，血液回流增多，肾脏的血流灌注增加，肾脏开始加班制造尿液，使得夜尿次数明显增多。简而言之，夜间频尿可能是心脏在偷哭，提醒我们心脏供血不足，血液循环在白天受阻。可以这样理解，白天心脏无力把血液完全打回肾脏，好比水泵没劲抽水，水都积在管道末端腿部，一到夜里平躺，积攒在腿部的蓄水回流到心脏和肾脏，肾脏一下子收到那么多水，只好开足马力工作，尿量自然增加。许多心脏衰竭患者在病情加重时都会出现夜尿增多、下肢水肿的现象。如果你最近夜尿明显比从前频繁，同时还伴有腿部浮肿、容易喘累等问题，一定要及时检查心脏血管健康，别让小小的夜尿耽误了大问题。需要注意的是，夜尿多也可能与肾脏、前列腺等泌尿系统疾病有关，应先排查这些因素。但如果排除了泌尿系统原因，那多半就是心脏泵血不足发出的求救信号。
无明显诱因的夜间咳嗽是血栓危机的第5个信号。不少人一躺下没多久就开始阵阵干咳，甚至半夜被自己的咳嗽声折腾醒，但白天却不怎么咳，既没有感冒也无哮喘史。这种诡异的夜间咳嗽往往容易被忽视，其实它很可能是肺部血液循环不畅的一种表现。当心脏左侧功能不好，肺循环压力增高时，平卧会使肺部静脉回流增加，容易引发肺部淤血，导致咳嗽加重。许多慢性心脏病患者在夜晚咳嗽特别明显，就是因为一平躺，血液回流让肺部积液增多，刺激了呼吸道。可以想象，平卧时肺泡仿佛被水浸泡了一样，身体只好用咳嗽来排水。医学上甚至有心源性哮喘这个词，专指心脏原因导致的夜间咳喘现象。可见夜间咳嗽往往不是单纯的喉咙问题，而是在暗示心肺循环出了故障。临床上有种典型状况叫夜间阵发性呼吸困难，指的就是患者在夜间睡梦中突然憋醒，不得不起身坐起，伴随剧烈咳嗽、气喘，甚至咳出粉红色泡沫痰。这通常提示急性左心衰竭、肺水肿的发生。而另一方面，如果肺部本身存在小血栓或微栓塞，夜里体位改变和血流重新分配，也可能诱发咳嗽发作。总之，夜间咳嗽往往不是单纯的咽喉问题，而可能是在提示心肺循环出了故障。如果最近一躺下就老是咳个不停，最好尽快就医检查心肺是否有隐患，千万不要等到栓塞造成无法挽回的伤害。有些严重心衰患者甚至不敢平躺睡觉，需要垫高枕头或半座位入睡，因为一平躺就会咳嗽气喘，这更是病情危急的信号。当然，并非所有夜里的不适都一定是血栓作祟，比如有的人半夜胸痛，其实是胃食道逆流，夜间咳嗽也可能只是空气干燥。但问题在于，一旦真的是血栓引起，而我们却掉以轻心，后果将不堪设想。所以面对这些疑似警报，我们宁可10防9空，也绝不能侥幸漏掉任何一个。先去医院检查，排除血栓，再考虑其他可能，这才是对自己健康负责的态度。细心的你可能发现，以上5个夜间前兆几乎涵盖了人体从头到脚的各个系统，腿部、胸部、脑部、肾脏、肺部都可能出现异常。这正说明血栓对人体的威胁是全方位的，无论血管在哪个环节发生堵塞，都可能引发危及生命的严重后果。因此，对夜间身体发出的这些求救信号，我们必须高度警惕。既然知道了血栓的暗号，接下来该怎么做呢？首先，如果你或家人睡觉时经常出现上述一种或多种异常，一定要尽早就医检查，千万不要心存侥幸。若症状严重，怀疑是心梗或中风迹象，更要立即拨打急救电话，不可拖延。好在现在医疗技术发达，对急性心梗有紧急支架手术和溶栓治疗，对急性脑梗也有静脉溶栓和动脉取栓等手段，但都需要在发病后的黄金几小时内完成。因此，早发现早治疗是降低血栓伤害的关键，因为血栓一旦形成，就如洪水决堤般，可能瞬间造成不可逆转的灾难。深静脉血栓若脱落，会引发猝不及防的肺栓塞。冠状动脉内的血栓会让人猝死于急性心肌梗塞，脑血栓则可能让人一夜之间丧失行动和言语能力。血栓的威力如此凶险，我们更应该先发制人，防患于未然。那么，血栓究竟是如何在我们体内形成的？又是哪些原因在助长血栓滋生呢？早在19世纪中叶，德国病理学家维尔齐奥就提出过血栓形成的3要素，即血流滞缓、血液高凝状态和血管壁损伤。直到今天，这条定律依然指导着我们对抗血栓。简单来说，血栓就是血液在血管内不正常的凝结成块。正常情况下，血液在血管里如同清澈的河流般流淌，但当三高、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等因素导致血液变粘稠，或者不健康的生活方式令血管内壁受损，再或者长时间不动导致血流滞缓，原本顺畅的生命之河就会开始淤积，形成泥沙。久而久之，血液中的脂质沉积在受损的血管壁上，形成粥样硬化斑块，血小板也在血流缓慢的区域大量聚集，最终编织出血栓的网。
我们刚刚提到的3要素就在此时共同发挥作用，血液变黏了，血管破损了，血流变慢了，血栓也就顺势长成了。在这个过程中，有2大帮凶不得不提，它们就是坏胆固醇和高甘油三酯。坏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犹如一群在血管壁上堆积垃圾的捣蛋鬼，会源源不断地粘附在动脉内壁，形成凸起的斑块，使血管腔越来越窄，血流越来越慢。而过高的甘油三酯不仅让血液变得油腻，还会帮助坏胆固醇变成更小更密的颗粒，更容易钻进血管壁层级，堆砌出更大的斑块。当这些斑块越积越大，最终可能破裂。一旦血管壁上的垃圾坝突然垮塌，体内凝血系统便会如临大敌，大量血小板和凝血物质迅速集结到破裂处，顿时形成巨大的血栓，彻底堵死血管。我们熟知的心梗、中风等急症，往往就是这样瞬间发生的。除了血脂异常、年龄增长、高血压、高血糖、吸烟、肥胖、长期熬夜、精神压力过大、久坐缺乏运动等，都是公认的血栓高危因素。这些因素要么直接损伤血管，例如高血压对血管壁的冲击，要么改变血液性质，例如血糖过高使血液变粘稠，要么让血流变慢，例如长途飞行或长时间乘车久坐。举例来说，长途飞行后腿部静脉血栓的病例并不少见，被形象地称为经济舱综合征。狭窄空间里久坐不动，下肢血液回流不畅，易生血栓并引发肺栓塞。女性服用含雌激素的避孕药，或处于孕产期及产后恢复期时，体内呈高凝状态，也容易形成血栓。另外，一种常被忽视的隐患是心房颤动等心律不齐，它会导致心脏内部的血液涡流滞留，在心房内形成血栓，一旦脱落，随血流进入脑部，就可能引发严重中风。总之，凡是让血管受伤、让血液变黏或让血流变慢的原因，都可能在体内埋下血栓的地雷。了解了血栓形成的原因，我们又该如何预防这颗沉默炸弹呢？幸运的是，预防血栓其实并不复杂，关键在于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并定期监测身体状况。首先，保持适当的运动，因为规律运动可以促进血液循环，防止血液瘀滞，哪怕只是每天快走半小时，也能明显降低血栓风险。长时间坐着工作或学习的人，要记得至少每隔1小时起身，活动几分钟，舒展四肢筋骨，哪怕原地踏步，踮踮脚尖都好过一直坐着不动。第二，健康均衡的饮食，少吃高脂肪、高盐、高糖的食物，多摄入富含纤维的蔬菜水果和含优质脂肪的食物，例如深海鱼、坚果、亚麻籽油等。深海鱼富含的 Omega-3 脂肪酸有助于降低血液中的甘油三酯，而紫苏籽油、亚麻籽油等植物油中则富含 Alpha 亚麻酸，适量摄取可以帮助清除血液中的垃圾胆固醇，改善血脂状况。其中，紫苏籽油中 Alpha 亚麻酸含量高达约 67%， 是理想的膳食来源之一。第三，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务必戒烟限酒。吸烟会损伤血管内皮，并促使血小板聚集，极大增加血栓风险。过量饮酒则会使血液粘稠度升高，同样不利于血管通畅。同时要保证充足睡眠，不要长期熬夜，因为睡眠不足和夜间过度劳累会使交感神经长时间保持兴奋，导致血压、血糖波动，间接增加血栓可能性。天冷时注意保暖，寒冷容易引起血管剧烈收缩，诱发血压升高和栓塞事件，尤其冬季要防止气温骤降对心脑血管的刺激。最后，定期体检，控制慢性病。如果你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等慢性问题，一定要遵医嘱规律服药，把各项指标控制在合理范围内。医生有时也会针对血栓高风险人群预防性的开一些抗凝或抗血小板药物，如小剂量阿司匹林等，千万不要抗拒，正是他们在默默守护你不被血栓偷袭。现代医学还有一些检查手段能及早发现血栓隐患，比如抽血检测第2具体指标，或进行血管超声筛查。有血栓高危因素的人，不妨在体检时主动咨询医生，看看是否需要做针对性的检查。此外，
每天要注意补充足够水分，成人每日应饮水约 1.5 至2升，长途旅行前后更要主动多喝水，避免脱水，同时可以穿弹力袜，并多活动小腿和脚踝，防止血液淤积在腿部。早晨起床后先喝一杯温开水，也有助于稀释血液，降低清晨血栓发生的风险。总而言之，血栓是现代人不得不防范的隐形杀手，它可能潜伏多年，不声不响，一旦爆发，却足以瞬间改变人的命运。好在上天在关上一扇门的同时，也为我们留下一扇窗。我们的身体其实早早就发出了预警，只看我们是否留意到而已。那些在睡梦中出现的异常，正是身体提前敲响的警钟。我们要做的，就是怀着敬畏之心，倾听身体的声音，别让看似细微的夜间小毛病酿成白日里的大灾难。请记住，健康从不会无缘无故消失，它总是先发出警告。从现在开始，关注睡眠中的身体信号，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让血液这条生命之河畅通无阻。这样一来，我们就能远离血栓的阴影，守护自身的健康与生命安全。希望每个人都能警惕血栓，远离血栓，平平安安地迎接每一个黎明。